在当今社会，中产阶级的命运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近期，正在消失的中产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种种迹象表明，与中产相关的消费正在缩水，与中产相关的资产正在崩塌。房地产市场遇冷，苹果手机降价，钢琴滞销等现象，都反映出中产阶级的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有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观点，中产阶级大多是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时代的快车。他们在学历含金量最高的时候大学毕业，加入一个大公司或蒸蒸日上的行业，在时代的浪潮中水涨船高。然而，随着时代红利的消失，中产阶层的资产也紧跟着大幅缩水。一旦收入减少，就等于现金断流，再加上房贷车贷，中产阶层就很容易进入返贫行列。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博主有价值财经讲述了他朋友张东阳的经历，生动地展示了中产家庭面临的困境。40岁的张东阳原本是上海一家金融公司的投资顾问，年薪加奖金超过120万。他的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孩子在某国际学校读4年级。他们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套房子里，每月月供4万，还有2辆小轿车，合计月供1万。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日子也很有奔头。然而好景不长，2022年3月份，张东阳失业了。因为就业环境不好，再加上年纪大了，他找了很长时间工作都没找到。房贷4万，车贷1万，女儿学费2万，加上日常的生活开支，都成了严重的负担。过去享受红利期赚得有多爽的中产，如今红利消失后就有多难堪。走投无路的一家人，最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卖房。卖房可以解决眼前的财务危机，还有一笔可观的资金承担开支。原本幸福的中产家庭，一夜之间变得不堪重负。张东阳的故事并非个例。中产家庭的体面，大多都是依靠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后，大多中产家庭容易陷入返贫危机。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指出，未来5年内近 23% 的行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每个人都在失业的边缘徘徊。钱越来越难赚，接受越来越差的自己，成了摆在中产面前不可回避的现实。经济学家何帆说，以后中产阶级可能是最命苦的一群人。表面上，他们有丰富的物质条件，有不错的工作，有和谐的家庭，但其实在时代的大洗牌里，他们抗风险能力很低。生活看似花团锦簇，实际却是镜花水月，一触即碎，经不起风吹雨打。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含义仍在马不停蹄地传递给每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中产家庭需要警惕以下几种可能加速返贫的行为。1. 面子消费。对中产家庭来说，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他们更容易为了面子消费买单。为了体现自己的小资生活，赚一分花一分，把钱都用在游玩享受上。结果，他们表面过上了中产生活，口袋里却没有一点中产的底气。作家甘毅有个堂哥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堂哥40来岁，收入非常可观。然而几年来，堂哥一家生活非但没什么起色，反而欠下了10多万的外债。原来堂哥人很大方，每次一发工资就呼朋唤友去消费，先去饭店吃顿好的，再去 KTV 嗨一晚。在一生深宫为中，1个月挣的钱就这么花去了大半。不仅如此，堂哥还很讲究，浑身上下穿的用的无一不是名牌，手机更是非最新款不用。为了充面子摆阔，堂哥无节制的花钱，最终沦为中年破落户。老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钱不要全部消费掉，甚至超前消费掉，
有钱的时候建议多存点，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危机已经开始，建议先从消费降级开始，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千万不要为了面子而死撑，更不要负债来撑面子。钱该花还是要花，不该花的一分不花。2. 跟风投资。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比的不是谁跑得更快，而是谁能够站得更稳。大环境不确定当下，跟风投资就是在自掘坟墓。腾讯科技报道过这样一件事：直播带货火了以后，看到身边很多人都赚到了钱，广州一个老板张强按捺不住了。前年5月，他投资了一家直播电商综合服务基地。原本以为在热火朝天的气氛中，未来一片光明。然而仅仅5个月后，张强就撑不住了，烧钱的速度远超想象。直播是很赚钱，但赚来的钱大多都流向了平台和主播们。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个直播基地就迅速关门，人去楼空。生活中，很多中产不懂投资经验，不经过实地考察，也看不懂经营模式。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看到别人赚钱，他们也跟风投资，想要实现钱生钱的发财梦。现实是，最后赔得血本无归，连累父母孩子跟着一起吃苦受罪。切忌跟风盲投，一定要理智，小心驶得万年船。3. 盲目创业。极昼工作室讲过这样一个故事：30岁的许鹏辉原来是某交管局独资旗下一家公司的一名路政员。这份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干到退休不成问题。2015年，国内樱桃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有 30% 左右要依靠进口。许鹏辉从中嗅到了一丝商机，他决定辞掉稳定的工作，回老家创业种樱桃。抓住这个机会，赚一大笔钱，就能实现阶层的跃升，这是他当时的想法。他卖掉了一套房子，又抵押了另一套，投入200多万，开了一家樱桃园。现实远比他想象中残酷，每年总有坏消息，连着2年大暴雨、霜冻、降雪，樱桃苗被淹死过，花被冻死过，只收获过零零星星的一些果子。再加上他本身并不懂种植技术，前后折腾了8年，不仅赔光了200万，还欠下不少外债。根据哈佛商业评论调查显示，个人创业的成功率约为 10%， 甚至更低。不要盲目出来创业，特别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一次创业失败就能赔掉家庭多年的积蓄。4. 内耗关系。清代学者申言在《奈俗宣心乐福》里写道：不亦复多扰，家和贫也足。富裕之家若是纷争不断，终究会走向衰败与没落；清贫之家只要和和睦睦，也能养出上等的风水。很多中产家庭明明开始起点很高，日子却越过越糟，就是因为家里内耗太多。作家张欣有一个表弟，大学学的是平面设计，毕业后在一家装修公司上班。表弟精明能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人脉之后，自己成立了公司单干。公司经营得还不错，他在当地也算是混得风生水起。可最近几年生意不好做，表弟回到家难免有脾气不顺的时候。他指责妻子说，每天就知道臭美，啥也不干，连孩子也不管。从小娇生惯养的妻子也不惯着他，直接对回去：经济不好是我造成的吗？生意做不下去是我的原因吗？2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去年5一过完没多久就离婚了。离婚后，表弟心灰意冷，生意也懒得打理，最终在年底的时候，公司也关了门。俗话说得好，家庭不安，百财不落。家和
才能万事皆幸，富贵绵长。家庭充满内耗，最终的结局不仅家财败落，还会让每个人跌落深渊。面对这些挑战，中产家庭应该如何应对？求稳定是中产家庭保持幸福的关键。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求稳不再是保守的表现，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进取。存钱要狠，投资要慎，工作要稳，家庭要和。然而，仅仅避免这些错误还不够。新中产阶层需要在多个方面做出努力，以维持并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以下是几个关键方面。一、财务经营目标。新中产家庭要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如果按照美国标准来看，一个3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至25万美金，折合人民币约为36万至180万，就会被归到中产阶层。而大部分美国普通中产家庭的年收入基本是在5至15万美金，折合人民币约为36万至100万。这类家庭经营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安全和稳定，尽量保证财务的健康，避免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影响。针对财务安全更为具体的做法包括：首先是基本险的安全，要保障家庭成员最基本的医疗、重疾、养老等保险的配置，但不要对需要连年缴费的商业保险进行大量投入，因为一旦家庭经济遇到困难时，就会发现一年2-3万的保费也会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一旦退出，也意味着还要承担之前缴纳过的费用损失。其次是现金流的安全，一是放下虚荣心，一年一趟的出国游，人手一件的始祖鸟，也并不意味着就此能够带来稳固的社会阶层地位。二是规避过高的房贷或者是创业投资，极具诱惑力回报的理财，因为这些极易成为让家庭失去现金流的高危因素。中产返贫除了说有时运不济之外，很多时候也有自己努力的结果。因为多少有点资本，所以才敢冒险；因为经历过，才会无比自信；因为错过了很多机会，才更想拼命抓住机会去赌一把。然而，人永远无法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那些凭实力赚到的，最终也会凭实力亏掉。二、子女教育目标。新中产阶层因为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因此受益，自然也就更加不吝惜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而在教育这项成本上的投入，既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高到没有上限。这些年，由于出国留学这条路投入很大，结果却不理想。因此，新中产另辟蹊径，比如开始热衷于拿香港身份投资海外房产，希望孩子未来可以通过这条路低分考取国内的优质大学，这其中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之大不言而喻。但我一直认为，一条众所周知的捷径，如果新中产都可以通过点点脚够到，那么也就意味着这条捷径可能将很快失去性价比。除此之外，在教育方面，未来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谁也说不准。因此，相比较贵族阶层以培养常青藤精英为目标的教育路径，普通新中产家庭的子女教育目标应该更为务实，不要总想着花钱走捷径一步登天，因为大概率是资本盯着中产口袋设计的一场精准收割。引导孩子去选择一条可以通过脚踏实地来安身立命的路，选择可以通过技能和经验完成时间积累的工作，而不是需要通过大量的金钱和人脉才能实现。所谓富养的教育观，它真正带来的东西并不是金钱堆砌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礼仪、审美、志趣、自律、磨难、勇敢、创造力等品质，是一种充满野性却不乏精致的养育体验方式。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学习的料，所以没必要统一都在学业上去追求一个好的结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这部影视剧就讲述了因为追逐分数的考试制度而扭曲的亲子关系，以及单一的成功价值观下被忽视的个体差异性的高压社会。剧中的孩子生活条件都很优越，却活得很累、抑郁、崩溃，比如朱莉，
一个在众人眼里完美无缺、品学兼优的高中生，熬完了高考，却在拿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选择了结束生命。当下很多新中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什么都不缺，干什么都没动力，就是一板一眼地完成父母交代过来的一项又一项的任务，社会称之为空心化，就是对人生提不起兴致。就像吴小乐老师在书中说的那样，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有自己的性格和思想，每个孩子也一定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甘心投入精力。能够激发一个孩子无限潜能的地方，绝不是补习班，而是他真正的兴趣和特长所在。家长需要去做的是和孩子一起去找到这项兴趣和特长，一味的想要补齐短板，语文不行补语文，数学不行补数学，殊不知短板怎么补都不会超过长板。未来的人生真正能创造价值的是一个人的长板所在。3、家庭情感目标。新中产家庭里日积月累的情绪消耗和激情折损，究竟是出于经济危机下的焦虑处境，还是一夫一妻制的必然困境，已经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因为好的家庭关系始终都是治愈中年人疲惫不堪的一剂良药。大抵也是因为全力培育下一代是新中产家庭的重中之重，因此夫妻间的任何嫌隙都可以碍于体面和理性选择闭口不谈。为了维护往昔的和平与稳定，拒绝直面沟通问题成了最节省成本的相处方式。但那些在沉默中未被解决的问题，对于彼此而言又都如鲠在喉，在日后的某一天也一定会出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电影《游客》就曾讲述了一个因雪崩而陷入信任危机的瑞典中产家庭故事。男主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双可爱的儿女，剧中夫妻2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正面激烈的争吵，大家都是按照各自的处理态度和预设的结果去推动每一次交流。先是妻子强烈的自尊心下的频频责难，然后是丈夫在理性自控下一成不变的搪塞，矛盾一次次被推向了更深的地方。于是夫妻间的每一次沟通只是徒留大面积的失语，彼此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最终整个家庭就是沉浸在冰冷无边的沉默里。除了缺乏沟通以外，新中产家庭失去一段金贵的关系，另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就是用旧的眼光去看待眼前这个新的人。或许2人相知于微时，但当其中一方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后，在家庭中却并未得到相应的情绪反馈。在一方的眼里，伴侣可能始终都是那个灰姑娘、穷小子，让对方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不配的感。没有人甘愿始终卑微，而最可悲的莫过于眼中没有对方的存在，不能一致对外，把自己置于彼此生活中那个局外人的位置，就静静地看着对方因为生活的重压或者是外界的声音而崩溃，或者是发疯，说不定最后还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对方做错了选择，又或者是情绪不够稳定。事实上，区别于顶级阶层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一骑绝尘的引领，和低级阶层关系中最易伪装的低廉保姆式情绪价值供给，新中产阶层更需要家庭成员间战友般的同荣辱共进退。步入婚姻后的2个人就不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深度的利益捆绑共同体。那么不管是在争取社会资源还是情绪感受，始终都应该选择步调一致，这也是新中产家庭中最为可贵的情绪价值。面对这些挑战，新中产阶层应该如何应对？以下是一些建议。以理性看待新中产身份。新中产这个词句有魔力主义色彩，人们一边乐此不疲地调侃他们的危机，一边又对能够被划归其中充满着希冀。这或许是因为在新中产的背后总是暗含着诸如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体面的收入、进步的思想以及品质感的生活方式等标签，能给人带来一种自我身份上的认同和满足。但与之相对的另一面，则是新中产们内心深处岌岌可危的安全感。所谓的财务自由也过于表面，加上又正值壮年，还面临着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既承受着现实的重担，也有着对未来的不安。然而，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
大部分新中产的焦虑与危机程度倒也远没有旁人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依靠努力读书或是做对了选择，搭上了时代红利的电梯才跻身于此，因为经历过底层的困苦与艰辛，也会对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格外珍惜。2. 调整财务管理策略。新中产家庭要有经营目标，家庭经营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安全和稳定，尽量保证财务的健康，避免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影响。具体做法包括保障家庭成员最基本的医疗、重疾、养老等保险的配置，但不要对需要连年缴费的商业保险进行大量投入。放下虚荣心，减少不必要的高消费，规避过高的房贷或者是创业投资，极具诱惑力回报的理财，因为这些极易成为让家庭失去现金流的高危因素。3. 重新审视教育观念。新中产阶层普遍重视子女教育，但不应盲目追求高投入。相比较贵族阶层以培养常青藤精英为目标的教育路径，普通新中产家庭的子女教育目标应该更为务实，不要总想着花钱走捷径一步登天。引导孩子去选择一条可以通过脚踏实地来安身立命的路，选择可以通过技能和经验完成时间积累的工作，而不是需要通过大量的金钱和人脉才能实现。真正的富养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礼仪、审美、知趣、自律、磨难、勇敢、创造力等品质。4. 维护家庭关系。新中产家庭里日积月累的情绪消耗和激情折损，需要通过良好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来化解。夫妻之间应该保持开放和诚实的沟通，不要为了维护表面的和平而忽视真实的问题。步入婚姻后的两个人就不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深度的利益捆绑共同体。那么，不管是在争取社会资源，还是情绪感受，始终都应该选择步调一致。这也是新中产家庭中最为可贵的情绪价值。5. 保持积极心态。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新中产阶层仍然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人生步履不停，但无论前面走得多快，后面也难免会慢掉一拍。也许是努力打拼多年，结局却是失业；也许是殚精竭虑养育的孩子，结局却是平庸；也许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变故，让生活脱离原本的轨道。但在任何时候，只要中产家庭里两个人尚能在财务、教育、情感经营等大方向上达成坚定的共识，以及在危机中给予彼此无条件的信任、支持与陪伴，这就是新中产家庭安全感和归属感真正的来源。前半生属于轰轰烈烈的事业，后半生属于安安稳稳的家庭。新中产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着浮夸的腔调和无尽的焦虑，努力在家庭中经营一份安稳且能共进退的幸福，或许才是他们生活真正的底色。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中产阶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产消失是不可避免的。通过理性的财务管理、科学的教育理念、良好的家庭关系以及积极的心态，新中产阶层完全有可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求稳定是中产家庭保持幸福的关键。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求稳不再是保守的表现，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进取。存钱要狠，投资要慎，工作要稳，家庭要和。这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生活智慧。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新中产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签，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独特情况和挑战，关键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明智的选择，并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韧和乐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中，不仅仅是生存，而是真正的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